럼블폴은 빼긴 해야지 저기서 근데. 야, 형 칭찬하고 있었어. 뭔 소리야?大家好，这里是袁某人。2025全球总决赛在 T1 的3连冠伟业下圆满落幕 ，T1 Faker 也正式超越 SKT 的自己，成为了6星上将李相赫。T1 和 KT 的决赛到底有多精彩？在迈向建立王朝霸业的路上 ，KT 又给 T1 造成了哪些困难？那本期我袁某人来为大家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解析一下 S15最终一战的精彩博弈。今年呢是全局 BP 实行的第1年 ，BP 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 KT 正是凭借着出色的版本理解、优秀的 BP 设计，才能击败豪华配置的歼击，踏上决赛的舞台。今年 S 赛啊，红蓝方胜率是首次实现了5-5开，无论是持蓝色方还是红色方，你只要 BP 做得好，那你都有的打。而这正是 KT 的倚仗。极其精彩的 BP 设计，配上出色的战术执行，再加上 BDD Cards 火热的状态 ，KT 无疑是名副其实的黑马强队。但 T1 也有自己的倚仗，更深厚的英雄池，更多的明星球，还有最恐怖的王者心态。在全局 BP 下，其实我们可以将 BO5 分成2个阶段，前3局是一个阶段，而后2局又是另一个阶段。前3局呢是常规内容，双方的 BP 和整个运营节奏有迹可循。因为前3局的游戏内容质量，它可以通过更多的练习量与版本理解去提高，那属于基础分。但后2局，当常规英雄都烧得差不多以后 ，BP 的走向会非常难以意料，此时就非常考验明星选手的发挥了。明星球才是后2局的主旨，而前3把毫无疑问是 KT 掌握着主动权，他们对于版本和 BP 的研究可以说非常深厚。这个版本我已经反复跟大伙论证过了，前排质量高的阵容在版本里最容易发挥。但第1局的 KT 他们在蓝色方和打歼击时一样，选择先让 Peter 操刀兰博，让整个阵容更倾向于节奏和进攻。猴子、瑞兹还有兰博，那主打的其实是强节奏和团战。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T1 并没有像往常那样直接用加里奥上单去应对兰博，而是在第3手补上赵信去保一个野区的优先级。可以说 T1 想得很明白，上路线权没那么重要，中下的选择才是关键。而第2轮 BP 里，面对维鲁斯 ，KT 直接亮了艾希去争夺一个下路的线权，并且选择布隆来补阵容的前排。这样虽然 T1 的波比辅助能一定程度的限制猴子的进场，但对线端肯定是艾希布隆这个组合更舒服，这样 KT 的速龙设计就一定能够达成。那么此时多兰的选择就很关键了。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把双方都没有选择之前很热门的大肉上单，因为自家中路是岩雀打瑞兹，而瑞兹是一个边带很有影响力的英雄。如果多兰选择大肉去混，那么 T1 的整个阵容会非常被动，下路没有线权你不好拿龙，而边线又推不动的话，你就没法落位了。所以扛责任的 pick 一定是朗姆，只要朗姆有大影魔刀，那么边带这块就不会虚瑞兹了。可以说从 BP 的角度 ，T1 这个红色方的 counter 应对没有问题，但并不意味着 T1 的 BP 做的比 KT 好。KT 的整个阵容从节奏点到团战画面都还是有说法的，唯一的缺点那就是前排略微羸弱。猴子布隆这种前排质量卡位它很吃临场博弈，相反一旦 T1 有优势，波比加赵信加朗姆的天然肉搏能力那远比 KT 要强，所以第1局的走势是很关键的，它会影响到后续2边对于 BP 优先级的判断。那为什么说 KT 这个队伍他们的 BP 和战术设计非常厉害呢？我们可以看阵容逻辑 ，KT 有布隆加艾希这种1级团无敌的角色，那他们当然会选择入野来拿第1轮信息。可以看到 T1 的中下都被 KT 驱赶走了，但点眼的细节我们可以注意到 ，KT 下路它是没有点眼的，蓝 buff 的眼是给 BDD 来点，这样的目的就是让下路省眼去打线。同时 Cards 的眼也没有点在 T1 的 F6 处，而是做了一个保护眼，这里就是防赵信的3级变奏抓中。KT 不希望 T1 影响 BDD 的推线，而 KT 的终极目的就是保证中下它一直保持推线，在第2轮从上往下刷时，那 KT 它就能快速的控第1条龙。实际上 KT 的前期设计非常成功，因为赵信他没有猴子开野方向的信息，不然啊，赵信他不会出现在没有线权的下半区的。而在河蟹刷新的时候，赵信虽然已经被猴子的探照看到了位置，但 Owner 呢没有选择走，他这里摸河蟹其实是在等，因为呢 Faker 这边啊是先点 TP 的一方，我们从小地图就可以看到 T1 他一直在拼 BDD 的位置，这里的沟通应该是我岩雀先踢会先到的这个细节，那这也是 Owner 没有第一时间退的原因。说白了，那我是赵信嘛，野区强势的情况下，我是希望通过一些小博弈
BDD 来帮助两条线，但这里呢 BDD 的处理太牛了，本来正常的中路他会第一时间跟岩雀的 TP， 那你这样肯定晚到。Owner 他可以试着争一下，但偏偏 BDD 他没动，他多等了一下。而 Cards 和 BDD 的配合真没得说，这里猴子点眼，瑞兹马上 TP， 那这个位置赵信肯定还不了手啊。可以说就是这个中路 TP 位置的一念之差，导致了 Owner 出现了瞬间的判断失误，这里闪现也没能躲掉波龙的 Q。BDD 轻松的收下这个人头加双 buff， 可以说 KT 的这种小配合是真的很凌厉。随后 Owner 想去置换上河蟹，这里 BDD 也是有线权直接阻止。到这里小赵零河蟹且死了一次，那意味着赵信前期基本就不会有节奏了。这个版本不能一直抓人的，他得刷。而 KT 这个队伍其实又很会利用 BDD 的影响力，瑞兹拿双 buff 一定能够推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此时 KT 的线上开始自己找机会发力，先是兰博主动进攻换闪，随后下路利用线权留到视野，再次断了一次Gumayusi的回城。这里第一时间艾希没有选择闪现拿这个人头，从上帝视角看应该不太应该，但从大蛋的视角这个处理其实是没问题的，因为维鲁斯是 TP， 他闪现硬换下一波肯定会亏，而他捏闪还有机会走，而后和 Keria 的博弈也很精彩。从结果来说，这波 KT 下路是大赚，因为1换1的同时下路线被卡住了，那这里Gumayusi就必然会死，因为线太差了嘛。辅助又死了的情况下，猴子收这个人头就收得很轻松，第一条龙的节奏也是 KT 如愿的收下。当然 T1 这个队伍他不会单方面挨揍，这里上路导播没有给镜头，但上野确实是做了一波进攻，只是蓝子的大招被兰博躲掉了，那这波只能说可惜，兰博但是没闪的。那朗姆白亏了大招，潮虫也要不了了。但 T1 的置换就很标准嘛，潮虫我不要，下半局肯定要进攻一波。这波月下抓出布隆的闪现，在运营理解这块，其实两队差不了太多，也都不会给什么机会。而时间来到了9分钟 ，Keria 主动去到了上路，做了一波看似莽撞的 gank。其实兰博有闪有大，你真说上辅能威胁到有不假的鞋的兰博，说真的蛮难的，打个闪现最多了。但本质上这波其实是 T1 的一次换线运营，这里 T1 应该想的是我上路压一波你状态，然后多兰回城，维鲁斯踢上去抢一波上路线权的节奏，因为朗姆的 TP 还没好嘛。没想到呢大招先空了，其实空了还好，主要是因为多兰想换一波血再回家去下，那这里兰博就卖得很好，毕竟野辅已经合到就位了。这里 KT 的野辅操作也都很正确，本来如果说波比的大招锤走任何一个人，多兰也都有机会走，但猴子直接闪现躲了，那就没辙。到这里 T1 的前期节奏有点小爆，但我们可以注意到为什么 T1 他死人但不会连着亏，在上辅阵亡的一瞬间 Faker 已经读完回城，直接 TP 到下路塔了，这个判断真的很厉害。这里他的 TP 和布隆的回城几乎是同时亮的，因为岩雀的想法非常清晰，首先他此时是没有瑞兹信息的，瑞兹可能去河道也可能回家了，他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下路的眼能知道瑞兹没有往下路靠，那我就半区施压。本来其实 KT 下路也是压线的，但突然一个这种 TP， 艾希肯定就得后退了，所以我们能看到的是岩雀落地他头也不回的走了，纯纯的佯攻。而 KT 布隆的 TP 点到下路后，瑞兹也中路路头，那这样 KT 其实就没法继续进攻上路了，朗姆就能继续 TP 回线吃刀。可以说本来是一波上路进攻， KT 顺势可以考虑转线做铺垫，那被 Faker 的一波下路施压，把人头变成了干燥的人头。当然亏肯定是亏的，但只是经济这块难受一点，就还能玩。可以看到 T1 在劣势下的整个决策还是能做得很快的。既然常规对线拿不到节奏，那我就抢先换线，把维鲁斯点去中路，让岩雀去下，这样 T1 就有了一个先抢小龙 C 字草的空间。但 KT 这个队伍呢，他们抢节奏的能力非常强。如果看过我聊他们打歼击的比赛，应该有印象，就是这个队伍他在线权转化为龙团优势上是有独特见解的。下路岩雀收线他会慢一点到，那我见人就直接开。虽然 KT 的野辅少闪现，但打起来是真不虚。从结果来看 ，KT 没有人头进账，但拿小龙的同时还多换了一个闪，可以说完全可以接受。但这场我们前面必须说了，朗姆是一个扛责任的 pick， 不能说你因为空了技能，你给了机会就不继续抓节奏。这里朗姆再次单人出击，打出了瑞兹的闪现。虽然后面朗姆因为清线被 TP 下来的瑞兹也把闪现打了回去，但我们可以注意到，作为决赛水准的两个队，他们对于 TP 的运用有多夸张。可以看到，多兰呢看着兵线想要进塔，他觉得 TP 过去保塔，但这个 TP 本来下路他是抗压状态的兰博，就马上做了一个反踢，我给你做包夹。而朗姆看到这个架势，那我肯定圈了呀。那 T1 再看到 KT 这样出手，小赵马上打断回城去和岩雀逼下塔，同时 Keria 也看着中路兵线的状态，结束自己的回城，选择从 F6处再找一波中路的进攻节奏。这里艾希的防守又做得非常完美，他也猜到了可能波比要越塔，所以他站在了一个非常安全且靠上的位置。而考虑到 KT 他有峡谷，这里 Faker 让 Owner 陪他清完线后，也是立马用 TP 去高地塔，这样 KT 他不知道 Faker 他是回城回来还是怎么样，所以 KT 也马上放弃了对二塔的进攻。如果 Faker 判断慢一点，这里有猴子加兰博，下一波线一到，这个二塔不一定能守住的。
只能说双方的交换确实做得赏心悦目，而且 T1 这样的处理不但让 KT 中塔被磨了不少血，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下野区他会有视野。前面说了嘛，朗姆这把他需要单带给一点压力，你有眼，朗姆他就一直可以在1塔和2塔这个位置做推线，那瑞兹其实就被锁在这个小范围里了，他做不了事情。相反，兰博反而不敢逼2塔，岩雀的活动范围那就比瑞兹大很多了。这也是为什么岩雀能够吃完上2塔的线，还能来中路放大招挡峡谷。所以 KT 虽然有一定的经济领先，3000不算少，但这个钱并不集中在某个位置上。猴子和小赵虽然经济看着差距很大，但实际上装备差是可以接受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波转折团双方又是怎么博弈和处理。前面讲了 ，KT 的瑞兹其实位置是比较受限的，他要过来集合需要时间，但他又希望去先控龙，毕竟他们拿到这听牌了嘛。而 T1 如果拿到位置，波比的效果会很好，所以这里 KT 决定提前抢位置开龙。而此时瑞兹选择单防朗姆是可以理解的，正面有兰博有猴子，那战力本来就不虚。可双方对于团战的理解、操作博弈上的差距开始显现。我们可以注意到，兰博选择了卡路口，这个选择看似没有问题，但它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瑞兹其实得在正面。如果这是一个正面无误团，那么兰博这个位置是完美的，是一个和主战场一起从 C 字草卡人的好角度。但瑞兹不在，这个位置反而就很差了，相当于 KT 正面只有3个人，猴子还要打龙，只有一个单挂布龙的前排，那威胁不了 T1 的抱团推进。兰博这里除了给个大招外，其实完全帮不了正面。而更糟糕的是，这里 Faker 抓住了他想骚扰给 E 的间隙，直接沿途逼出了兰博的闪现，这样 T1 抢到了 C 字草，战局到这里就已经无比舒服。Faker 呢，他卡住兰博想要下来的位置，他又能输出右边，而 T1 的下野3人组直接草里蹲去看你猴子打龙。此刻我们就可以发现 KT 反而骑虎难下，下路组已经退到河道中段了。但 KT 毕竟是能走到决赛的队伍，他们对龙团的处理是他们能基石。这里瑞兹已经压走了朗姆，靠了过来。他们这里想法很简单，利用朗姆位置不在正面，那我强行从左边冲过去。其实 KT 的协同是很完美的。这里猴子一旦闪现击飞波比，再接艾希的大招控制，再配合兰博的撒大，那波比肯定是直接减员的，甚至闪现都不一定有机会交。但 T1 的反手做得完美。Keria 的波比坚定风采直接挡住了猴子的关键啊，其实是孤蛮 UC 的维鲁斯大招跟的也同样很快。猴子本来被波比挡下来，但还可以使用 QR 的加速跟上去做一个击飞，但维鲁斯的大招把他定在了原地，没法前进去击飞波比了，这让 Keria 闪了出来。同时兰博还被岩雀抬开，没有闪的他就没有办法去进场收 Keria， 只能是最终被波比大招锤手。而正面的 Owner 更是天神下凡了，欧神这个人操作是真的顶级，他躲布隆的 Q 的同时反 Q 了一下，然后意境瑞兹脸大招还扫开了艾希和开 W 晋升的猴子。不然呢，瑞兹的 W 配合布隆的被动，再加猴子的击飞，小赵操作差一点肯定要被融化的。而 Owner 几乎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是了成吨控制的同时他还跑了。而艾希因为被吸引了注意力，就完全没有注意到朗姆的这个大招，直接交了一个近乎是死亡闪。T1 这一波就直接打了一个完美的零换4，把 KT 的龙节奏给断了。同时因为 T1 他是后落位的嘛，他多推了中路一波线，这样顺势还把 KT 的中1塔拆掉了。KT 前期做的所有努力，其实到这里就结束了。后面的团战更是不用看了，因为 KT 这个阵容有优势还好，一旦节奏断了，劣势了，朗姆和小赵是没有办法处理的。瑞兹和兰博他不可能去秒一个有影魔刀，同时发育还不赖的朗姆。而艾希面对战士，其实操作空间也不大，就 KT 会变得他又不肉，然后也没有伤害。相反 T1 只要前排能够全部涌在一起，跟 KT 贴脸肉搏，那团战就不可能输。毕竟后面有岩雀和维鲁斯帮补伤害呢。所以第一把其实 T1 在赢下这波完美团战后，基本就拿下了。后面就是只要 T1 开冲，就能随便赢的局。那 KT 虽然输了第一局，但手里的牌他们还没打完呢，他们马上开启了第2轮的 BP 针对。我们都知道，此前最 OP 的前排配置是赵信加塞恩，而第一把维鲁斯烧掉，小赵也烧掉了，那坦克的价值就自然会很高。此时拆坦最牛的巨魔 KT 更是主动办掉。按理来说 KT 呢应该想1抢塞恩呐，但偏偏 KT 选择的是拿 Nico 继续保证下路的线权。大家记住，线权是一切运营的基础，没有线权在这个版本就没有运营空间。所以我们看 BP 其实得优先看线，而不是再到打团的画面。但 T1 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即便选没线的组合，也能保证一定的线权，所以这就是和他们做 BP 最让人头疼的地方。那 T1 看你不拿塞恩，我肯定拿呀。这里拿皇子加塞恩就比较传统，而 KT 的应对则是魏加雷克赛的上野，挖掘机打塞恩老对局了，大伙很熟。但 KT 这样点，那阵容就很偏冲阵了。
所以 T1 直接给姑妈 UC 点了一个轮子妈。轮子妈相对不那么怕喂，并且没有维鲁斯。女警 KT 她也自班了，所以选出来就不会特别难受。前期即便牢一点，中期还是能刷住的，而且只要办掉卡莎，那团战也没有那么怕 Nico 了。就 BP 其实是基于场上局势做变化的。来 T1 第一把发现我们团战能力很强啊，那我现在就强化这个部分，继续保证我阵容的完整度，包括2轮班，就是针对 KT 后期团战兜底这块，拆弹宽的永恩和配锁头的卡莎呢我都按掉，最后我再补一个露露去保障我的一个前排的价值。其实到这里就没有特别好的下路选择给了 KT 了。这里拿 EZ 虽然打线会舒服，但3人这个坦他根本处理不了。一旦轮子妈发育起来，团战 T1 是非常轻松的。如果 KT 拿兔子走一个强冲后排的画面，那 T1 会非常开心，因为 Faker 他有梅尔。但偏偏 BDD 选择了亮剑，他先抢了之前发挥亮眼的梅尔和 EZ 组了一个双 poke 的后排。这个选很关键，因为梅尔的 poke 加强线拳会让短手的轮子妈露露有点恶心。AL 那把金克斯其实都没有特别好的输出环境，何况手更短的轮子妈露露呢？而且挖掘机打塞恩，挖掘机是很容易肥起来的。一旦 Faker 没有好应对梅尔的牌，那么 T1 的单人线会一直亏发育。此时 T1 他看了一下牌库，如果要硬抢线权，维克多可以出，但 T1 下路已经拿轮子妈了呀，你不可能双发育大哥让 KT 去无压力速龙。实际上到这里 KT 的 BP 才图穷匕见 ，EZ 加梅尔加挖掘机3路线权，而塞恩虽肉，但他非常容易被拉扯白嫖，几乎就是 EZ 和梅尔的靶子，而 EZ 也不那么怕皇子，唯一有压力的就是 BDD 的梅尔可能会裂开，但 BDD 是队内大哥啊，他扛责任很正常。最后 T1 也是选择了增加中期的对抗强度，让 Faker 来操刀塞拉斯打梅尔，想创造一点变数。说实话，这把塞拉斯虽然大招不错，但其实真的不好发挥，因为没有那么多打架的空间，而且最难受的是3路没线。T1 的阵容理论上轮子妈如果能超前发育，那么团战才能舒服，因为你伤害够，塞拉斯和皇子才能无脑开。但问题是对线期3路都不好打呀，需要皇子不停的救火，你没线权你就没有落位权，你要抢位置就得亏线。这把其实在我的角度属于 T1 已经是神级操作的发挥了，但 BP 真的劣势太大，所以哪怕那么多超级操作也难扳回阵容上的劣势。然后 KT 这个队伍呢，他的战术设计真的很针对，而且对比赛的阅读能力也很不错。前期对线期，这里 Carry 先是一波走位，技能躲完了没有给机会，同时创造了第一个空间给 T1。在 KT 抱团抓露露的这个时候，皇子呢把这个眼点在了中路的上草，然后这个眼捕捉到了 BDD 的防守眼，同时 Faker 又能去 F6 点眼拿到了 KT 的开野信息，这样 Owner 知道 BDD 也没有好，他才会有后面这波抓中打闪的机会。但问题就是他不解渴。开局的时候，由于两边上路都知道自己的定位，都来帮下路点眼，所以 T1 他没有办法用这种额外的帮助去让下路对线更舒服。那 Nico 加 EZ 对线强度还是比露露轮子妈高太多了，直接是2级就干出了闪，随后下路更是被脏月，这种就是强打线该有的效果。KT 这个队伍他们的 BP 该有什么画面是做的非常好的，包括为什么 KT 这里放第一条龙，当时解说不是很理解，可能很多观众也不明白，就为什么这里明明我打出 ON 的闪现了呀，为什么不回头去控龙呢？因为这个时候拿龙会有风险，梅尔是没闪的。这里塞拉斯、皇子加露露加塞恩，他们打半区作战能力是很夸张的，而 KT 一旦开龙，梅尔就会离开线上，得来到野区。塞拉斯一旦交换到人头，后面对线压力就很大了。而 KT 这个阵容本质是强线权阵容，且偏 poke， 打正面团他需要拉扯，你控龙就得先落位，反而是给 T1 机会，在不需要急的情况下 ，KT 只需要让挖掘机和梅尔正常发育，慢慢滚雪球就行。所以 KT 反而没有把龙的优先级拉高。就 KT 这个队伍，他在常规前3局里，可以说对于阵容的理解还是非常到位。第2条龙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KT 他落位就是不着急，也没有龙要刷新就提前靠的样子，因为他们就要滚的是兵线优势。塞拉斯这个英雄和阿卡丽差不多，就是刷钱他速度是不够的，得打架，而 KT 就是模拟的兵线，那我只要不死人 T1 就会慢性死亡，所以我们才看到塞拉斯和皇子有那种比较强行做事的画面。在18分钟 KT 用峡谷推掉了 T1 的中1塔后， T1 的整个游戏画面就已经住了，只要再输一波团 T1 就会被进入到平推的模式。而这一把的阵容呢， T1 想复刻上一把的奇迹团又难非常多，但 T1 这把的操作个人秀还是很多。第3条听牌龙我们也可以看到 KT 依旧是我不先落位，我就消耗你 poke 你，直到 T1 受不了。这里卡子很聪明，就 T1 这个阵容不能打阵地，大火得拉扯，所以他作为最容易被开到的点，他就在没视野的双 C 位置的旁边来护着你 poke。本来是一个完美决策，但这个位置的小兵视野其实短暂的暴露了卡子的行踪，而这一切都尽收 Faker 眼底，他直接
接算准这个位置，一个盲 E 配合皇子直接完美 combo 秒掉了位，这波非常关键，不然 T1 想拿龙就会一直被 poke。但即便秒掉了关键的打野位，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后面的龙团里看得出 T1 这个阵容团战压力有多大，就真的碰不到 KT 的双 C。这波团战 T1 唯一可惜的，我觉得就是多兰的闪现撞没有撞到 Nico 吧，应该是犹豫了，到底是撞 Nico 还是开后排的梅尔，然后就给 Nico R 了出来。但这种也就是小瑕疵，都不能算失误。像后面的公 IUC 这里连续走位，把 EZ 的技能全躲了，将 KT 的双 C 反杀就完美拉扯呀。但即便 T1 尽力成这样去操作，局势还是来不到 T1 手里。从这一波往后，双方围绕着3条龙呢疯狂的在打架。我们可以去细抠操作，比如这里皇子要是 EQ 不失误，这里惩戒减速，那露露的闪现挡 Q 会不会能挡住？比如这波 Faker 在强杀完 EZ 后，是否该用金身去躲梅尔的大招？包括 Owner 这里的自信双开，直接切梅尔而不是打位，会不会有更好的团战画面？这些确实是有变数，但还是那句话，操作难度对于 KT 来讲，他们这把只需要按部就班的打大乱斗，就很自然的在拿优势，这是阵容价值决定的。你塞拉斯就是不可能跟梅尔刷钱的，而挖掘机打3也一样。T1 已经创造了很多变数了，操作是真的不能苛求再多了。像多兰这里都有神级鬼点子，一个塞恩绕去中路抓 EZ， 说实话真的很少见了。但 KT 他在先掉点的情况下，他居然能够想到通过逼男爵去延缓 T1 控小龙的速度，就真的太聪明了。T1 这种长手阵容拿到男爵就直接等于结束，他跟千一起推进 ，T1 守塔就全是靶子，这种那就属于 BP 差距导致的。只是 T1 的选手有太多明星球操作了，才让我们感觉 T1 虽然是劣势，但仿佛都还有机会。但偏偏 KT 这个队伍，他们对于阵容的阅读能力又很强，哪怕给你操作突破了，他又能够通过运营给顶下来。前2局打完，整个 BO5 的逻辑已经很清晰了。KT 是完全围绕着 BP 带来的阵容优势去做运营，而 T1 则更多的是靠选手的上限发挥。第3把的 BP 也是一个很明显的陷阱局，但我们站在 T1 的角度，他们是不得不踩的。KT 呢是直接把云阿娜放给 T1， 你不可能不接啊，那你接了，我反手牛头加蒙多，2个门神一选，前排质量就非常扎实了。而由于巨魔永恩都被按掉，所以 T1 想要越强的压力就很大。而和云阿娜对线，其实能选择的 AD 还有很多，比如女警、飞机都可以考虑嘛。那 T1 这里能给什么辅助给到 Carry 呢？其实没有了。T1 已经没有能选的比右边更肉的了，这里选洛就纯粹是对线舒服一些。在 Nico、露露包括维鲁斯、艾奇这些强对线英雄没有后，下路的重心开始变到资源团上。其实 T1 的2轮班已经处理得很好了 ，BDD 的左一蛇女那都很符合右边的需求，左一可以抢线加 poke， 而蛇女可以让阵容的持续输出拉得很高，并且有实话。T1 他要组冲阵就很难进场，加上 KT 又搬了能够配冲阵的加里奥和能打肉的莉莉娅，那前3手一看 T1 这阵容就走一半了。主要是洛和鳄鱼这2个点，他没有什么能做的事情。洛进场没人能跟，鳄鱼作为前排那也不够肉，因为 T1 没有加里奥嘛。梦魇和洛的组冲阵也会非常单薄，而阵容他往拆前排的方向走，那抱歉啊，巨魔没了，永恩没了，包括莉莉娅 KT 也给你搬了，没法子，只能用破坏王了。但话说回头，这并不是 T1 不想选好，而是全局 BP 到这里，你其实可选的就是在变少。我知道会有朋友问，那为啥4保1云安娜不行呢？明明也有大河啊。其实还是版本，这个版本的 BP 逻辑就是围绕着前排来做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 Viper 在打歼几那个系列赛，贡献了场均1100的分均输出，但即便如此，韩华连打满都做不到。就不管队友怎么发挥，这个版本如果 AD 打到这种级别的输出效率都无法赢下比赛的话，说明这个版本的生态只靠 AD 就是不够的。所以 T1 在2轮选的就感觉选得很勉强。相反 KT 的第5手它的可选性太多了，这里 BDD 不拿辛德拉，你拿会选妖姬，那都有对阵容方向的补充。只能说 KT 对于版本对于当前生态的 BP 走向研究的确实太到位了。我认为第3把是整个BO5里 BP 差距最大的一把，就是第2把好歹 T1 还有点盼头，还有一定的容错空间。那第3把就是 BP 完我就感觉非常难玩的一局。这个破败王我甚至都怀疑 T1 是觉得这把阵容既然没法完整，我干脆抢 Cars 的破败王来为后面铺垫算了。这一局 T1 唯一的赢点就是速龙，就是哪怕我亏线也要把龙资源给拉起来。但 KT 这个队伍他们对于资源的理解真的够到位，从第1条龙开始我们可以发现 KT 的策略那就是龙是我可以不要的，但借机打架拿人头资源去加速我的发育，那反而是必要的。这里 Faker 的维克多贪闪给到 BDD 的1血，其实局势已经有点崩了，因为辛德拉有人头，维克多就很难压。那我不知道多兰是情商高还是什么，看到 Faker 准备要背锅了，马上开始想点子。
他这里断线的判断本身是完全 OK 的，断线吸引注意力嘛，不让 KT 去超重，但断的太过了。这里2塔这波线断完就该走了，但他多贪了一波，本来 T1 是有视野的，多兰应该知道蒙多在靠了。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他因为不舍得给辛德拉人头，所以多拖了一会儿，这导致死太晚了，让蒙多能推线进塔，那不但给了蒙多关键的经济，还给老黑吃到了塔皮，这就有点好心办坏事了。这就让第2条龙石伏笔有点多，蒙多呢能星之刚无敌游龙，而老黑也掏出来了大反甲，而且蓝子在上路换血时也把大招给按掉了。怎么说呢？就阵容不好的情况下，想一些点子无可厚非，毕竟老李也干了。但从结果上来说，这样有点让 T1 加速死亡。这里虽然先秒掉了 BDD 有一个很好的吃龙机会，但蒙多和老黑真的有点太超模了。KT 3打5还能把龙给抢了，说实话我真没辙了。这波打完就直接结束了。其实最让我惊讶的反而是 T1 居然能撑这么久，这种阵容单带也没有单带，团战呢可能在蒙多发育起来前都能找到一点机会，但 KT 这个队伍啊纪律性又不差，所以你站在 T1 的视角就很痛苦。面对这种肉山大魔王的阵容，你即便赢一波赢2波都根本不解渴，但你还得继续打，然后又打不动，属于是尽力但只能收汁儿。后期老黑加蒙多还是比鳄鱼维克多这种英雄作用要大太多了。可打 T1 这种队伍，你2-1领先并不是真的领先，反而才是游戏刚开始的证明。全局 BP 下嘛，前3局是打常规内容的，而来到第4局，常规英雄没有很多的情况下，你就得围绕着仅剩的英雄池来做构筑了。而 T1 第4局的 BP 是否有所回暖呢？其实也没有 ，KT 的 BP 设计还是很好，但 T1 这个队伍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对于对手的阅读能力很强。KT 第4把并没有调整3班，而 T1 则主动放出了巨魔、转而办炸弹人。这里 T1 的想法应该是，我需要下路给你上对线强度了，毕竟此刻 AD 里面没有什么好组合或者好单挂了，艾希、维鲁斯、炸弹人 EZ 都没有，而卢布没有布，霞洛没有洛，下路就是机灵打狗碎。此时卡类的强度毋庸置疑 ，T1 保下路的思路是正确的。KT 打歼击也是靠着第4局的强卡列直接 BP 将军的，而 KT 在拿到巨魔和女警后，马上选出梦魇，这样的话可以很好的威胁女警的生存环境。但 KT 的蛇女这个点的非常好，女警的假子阵配上蛇女的反手，再搭配上巨魔的柱子，整个阵容的扛进场能力非常强。即便你梦魇能飞，你队友也很难跟呐。然后2轮 KT 再把架聊一半 ，T1 配合梦魇强进场的能力就很弱了，而辅助位塔姆和机器人其实都不是太好的选择。KT 的阵容啊，属于资源团落位以后很强，但怎么落位呢？你没线权的话，就只能亏线顶着炮火前进了。那这就是给到 T1 的难题。在我的角度呢 ，KT 这个辅助最优选应该是卡尔玛，去继续保证一个对线的优势。但我查了一下 Peter 的比赛数据，卡尔玛在他职业生涯里是一把没玩过的，我估计是熟练度不太够，毕竟不是人人都是 owner 啊，你越是关键，其实反而越会求稳。前3把 KT 在线权这块和 T1 抢得非常激烈，最差也是飞机那把，算小烈对线，但肯定他不会被压。那 KT 下路是塔姆还是机器人打卡列，那都是完全没线的，塔姆选的就纯为资源团服务了。此时 T1 看到你塔姆都点了，那也明白这种局再选冲阵，那不就傻子嘛？看你前排比较笨，也缺开团，那我马上往拉扯上转。冰鸟和酒桶都是可以进行战场分割的角色。其实第5手 Perfect 的铁男选的没什么问题，这把 KT 就是把落位优势发挥到极致嘛。理论上 KT 阵容只要小优势，然后拖到女警4件，那么任何资源 KT 一落位就是随便打，因为手确实长，伤害也确实很爆。包括 Duke Dan 这把也点了风暴聚集，这把就摆明跟 T1 打后期了。而执行难度上 KT 也比 T1 要容易一点，只要他们前期能控1条龙，那就一定能拖到自己双 C 的成型。铁男巨魔加蛇女的中期团，那影响力也很大呀。除非这把冰鸟拉扯做的完美，不然 T1 整个团战画面都是压力很大的。但对于 T1 来讲，这样的高手阵容也是他们想要的，毕竟主导权在自己手里。那 KT 在第4局也是延续之前整个系列赛的状态，依旧是率先发难。这里下路不守下野区，而是来蹲梦魇。卡子的演技也确实骗到了 T1。这里 KT 只是有点小贪，下路啊是把闪现交了，想找一个击杀，但打了梦魇的闪却没有杀掉，那其实下路就更难受了，因为下路本来就不好打。塔姆尼把治疗一交，那就更加坐牢。KT 下路组在中路附近漏的，那就给了 T1 下路进野去做眼的空间。那这样 T1 也能知道巨魔它是从上往下刷的。此时我们就能看到 T1 下路有主动权的节奏时有多舒服了。Carry 主动找机会，虽然从结果来看是换闪，但完全可以接受。这里其实也算卖一个破绽，你就看你巨魔来不来。巨魔如果来，那我梦魇有反蹲；你不来 ，AD 没闪，后续就是坐牢。这里卡子很敏锐啊，他先点了一个眼，然后在女警后面反蹲。但问题就是他不可能一直在这里，他得去吃上河蟹。所以当梦魇第2次靠近时，女警只能选择回城，这波就掉了非常多的刀。KT 呢，他想要做的是延缓
换 T1 控龙，但你靠下路肯定不行了。而这场 BDD 的对线是比较成功的，这里可以看到对位赢的血线赢的也比较多，包括后续出来以后，这里蛇女的 EA 是成功的把冰鸟的蛋给打了出来。其实正常来说这里是不应该追的，但下路因为回城节奏有点乱，所以反而给了塔姆游走的机会。于是我们看到了 KT 的这波强杀，相当于 KT 下路亏了一波回城节奏，来换取这个靠中的机会。他们的目标也很明确，一定要把这条小龙收入囊中。但欧神发力了，这波闪现抢龙实在太精彩，这龙丢了 T1 真的走一半了。关键的是啊，这里由于女警打断自己回城，而中下的线又要进来了，所以 KT 被迫换线。本来冰鸟没闪的话，他在中路占线很容易被蛇女加巨魔提款的，那你这样去换线 ，Faker 反而还多了一个去上路抓人的机会，又再次打出了铁男的闪现。这把 KT 其实女警应该是要做大 C 的，但因为对线输了太多，所以他反而想团队一点，控下一条龙，把局势稳住，再开始刷。但由于卡列的线权很稳固，所以 KT 的转线就一直被 T1 抓着打。第二条龙这里 T1 已经处理得很好了，用梦魇列娜塔的大招来换取拿龙的空间。但 KT 他也明白，既然龙拿不到，我杀人也行啊。这里可以看到梅大的梦魇确实没啥用，然后 KT 这里打团就比较轻松，即便多兰的一闪没有失误，其实塔姆有吃也不是很虚。这个时间段巨魔加蛇女的持续作战力就是很强，虽然没拿到龙，但女警吃到头 ，KT 本应该是心满意足的嘛。但从后续 Peter 的追击，我们看得到心理压力已经让选手的判断有些变形了。这种冒进是不该出现在这种级别的舞台的。所有面对 T1 的对手，在2-1时都会出现这种节奏不在手里，所以会有点晕的情况。其实 KT 他很迫切的需要控到一个资源，把局势稳住，因为人头和经济的转换率啊，在这个版本并不高，资源才是关键。他们想要打断 T1 的节奏，但阵容呢又不够主动。KT 其实陷入了第二把 T1 的困境，那就是没线又要控资源，那你就得烧线来团。在峡谷团这波，冰鸟他牢牢掌握着上路的推线权，那 BDD 知道这样滚节奏下去，他们很难受，所以这口气他必须要断 T1 一次，所以他主动亏线来中路抱团，这样 KT 就可以几河道进去。这个阵容 KT 一旦能够先落位资源团，那团战画面肯定不一样嘛。可 Gumayusi 呢，阻止了这一切的发生，先是一个 QE 压了女警的血线，随后面对长手的女警，在身侧的塔姆，他非常大胆的又主动去做了一波 AE， 女警完全没有想到会被这样打，此时大蛋满脑子都是处理线，完全没有想过去换血，那反而就给了 Gumayusi 白嫖的机会。这里 T1 双人组骗完技能还换到了血，女警半血，那 KT 亏线抱团的机会就被迫破产了。此时 KT 就更加着急了。如果说前几把 KT 的半区置换是教科书级别，那么此时心理压力已经开始让他们走极端。本来 BDD 就是亏一波线来中路的，那这里他并没有选择回去，而是顺势去下半区做交换。但多兰面对这种非理性包夹，完全不会有压力啊，直接大招炸线。从这里的开始，大家应该能感觉到了吧 ？KT 不对劲了，心态上真的稳不住了。可以说第4局的 KT 仿佛一个赌徒，他们寄希望于能够控下一条龙才能安心下来，但这波龙团再次将两队在心理层面的差距摆在脸上。这里因为梦魇有 W， 铁男的关可能会被挡，同理蛇女也因为梦魇有 W 而不能先交大，但你不交别人也不交，结果就是 Owner 居然在没有任何盯防的情况下走进来抢了龙。这里铁男就应该闪到梦魇脸上，强行 QE BW 然后关掉，哪怕你关不到被秀了，后续蛇女也能用大招阻止梦魇抢龙。但 KT 有点不敢这样去操作了，就太怕被秀了。可以说不那么熟练的阵容体系下 ，KT 的下限开始急速下降。这波我们从结果来看依旧能接受啊，毕竟是一波1换3，但中塔被峡谷已经撞到残血，而 KT 更是亏线来接的。其实整个 KT 到这里已经乱完了，蛇女在10分钟左右是领先冰鸟10刀的。但20分钟时，反而是蛇女落后了10刀。厄塔汉这里，我们看兵线也能看得出 ，KT 已经在饮鸩止渴般的逼团了，中上都在被烧线，都来不及管了。这波我用一句话形容 T1，那就是游刃有余。冰鸟在侧翼无限玩弄 KT， 铁男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是完全都不会玩了。多兰踩中夹子，铁男一玩直接关多兰嘛，哪怕杀不掉，也起码能逼一个大招。这里关滑板鞋就等于是白送。而这波冰鸟的价值体现的是淋漓尽致。这里巨魔冲也不是，不冲也不是。其实哪怕丢了厄塔汉，我们看后面2分钟的决胜龙团，其实总经济也就是1000多的差距。但 KT 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连续的掉资源，无限的被拉扯。因为听牌龙的压力它在于啊，你后面每一条小龙你都不能丢的，即便赢了一波，你的下一波也不一定啊。而这一波团战 ，KT 选择开的想法很好，Gumayusi在收线 ，T1 正面是少人的，这里打起来 KT 肯定喜欢。但问题就是 T1 的拉扯做得太好了，这种就是明星选手的舞台啊。大家知道这波最变态的是什么吗？不是冰鸟的 Q 晕双 C， 也不是多兰的鬼畜妖桶，而是冰鸟他 TP 下来以后，他先是往正面战场走。
手逼了一下巨魔的位置，随后马上去卡上面的 C 字槽。在 T1 的视角里，蛇女其实也就是隔墙 Q 了一小下。这里如果 Faker 没有补防这个位置，而是往正面战场逼，那么蛇女从上面过来 ，T1 会被逼在龙坑的这个窄口里被无限的输出。Owner 他不一定有机会活到用惩戒的，也正是因为冰鸟的卡位，把整个阵型拉得够开，才有了后续的操作空间。蛇女这波你都可以说是被冰鸟单杀了。其实相比于 T1 的完美处理 ，KT 打得太粗糙了。铁男踢的位置太远就不说了，毕竟很急，可他没有第一时间去顶龙坑，我是真没看懂的，只能说重压变形了。包括 Kaz 的惩戒，这里我在现场看，我还以为 T1 配合的好，是给多兰 W 加惩，结果 Owner 根本就没下惩啊，这里纯就是 Kaz 算错了。虽然拼惩这种东西不能怪打野，但 Kaz 4条龙里3次拼都拼出，我只能说压力确实有点太大了。这波团灭直接就让第4局完全爆炸。其实 KT 的阵容也不是不能打水龙魂，但问题是 KT 他们一直拼了命的亏线来打资源，那这样的结果就是经济非常差，中期又是女警最疲软的时候。就 KT 它虽然是一个后期阵容，但后期它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发育概念，你怎么到后期呢？这样玩第4局其实 KT 是有设计的，但 T1 每个选手都在承担他们该有的职责，而且每一个该拼的部分那都拼赢了。如果说去年决赛的第4把是 Faker 以一己之力逆转了局势，那么这一次 T1 每个人都功不可没。其实第5把呀，我不知道大伙是怎么看，反正我自己在现场时我就感觉 T1 已经拿下了，不是说玄学，而是第4把开始 KT 的形变已经很明显了，就感觉顶不住了。而且最重要的是 KT 不是一个储备很深的队伍，而第5把恰恰是比储备与冷静的。第5把呢 ，KT 把 T1 连续搬了2把，且唯一剩下的战士打野潘森给放了出来，但他们没选，反而拿了炸弹人。这点从 BP 逻辑来说很怪，但如果我们看 Kaz 的英雄池就很清晰了。整个世界赛 Kaz 1把潘森没有玩过，而夏季赛 Kaz 的潘森也只有2场战绩，其中有1把是0-6。那这个时候你真的敢拿吗？同理，为什么 Perfect 要选掘墓？道理也很简单，也是真没英雄了。掘墓是他比较压箱底的选择了，在他们第一次战胜根基的那个 BO5，他也是最后一局选择了掘墓。可以说到这里 KT 已经拼尽全力了。但如果不是 BDD 选了个小火龙去扛责任，其实 KT 第5把是真的没有特别能指望的，因为哪怕再好的阵容逻辑，此时的 KT 也没有足够的心态去把战术发挥出来了。而且啊，由于前面 Owner 玩了一把破坏王，本来 KT 他是有一个左一炸弹人破坏王的收割体系的，现在也玩不了了，就想不留遗憾都没法用绝活的那种。其实 Faker 当然也会知道 BDD 这把很有可能出小火龙去点自己，但其实 T1 是无所谓的。这把切后排除了青钢影外，你还有潘森啊，你有潘森在，掘墓中期就是带不动线的，而掘墓带不动线，那小火龙就不太可能有发育的空间，因为他也怕被打。从 BP 逻辑来说 ，KT 有自己的思路，但我认为选完 T1 就拿下了。就第5局没有主动权的阵容是很难玩的。这场我就说几个关键点。KT 这边的第一点就是掘墓。掘墓虽然前期被 Owner 和多兰军训的很厉害，但实际上掘墓这个英雄因为数值还可以，所以还是能玩的，起码还能推线。而且啊，因为 Owner 的变奏他亏了不少野区的，所以反而 KT 还拿到了第一条小龙。那掘墓真正崩了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潮虫这里。其实 KT 他已经点信号了，说加里奥可能去。而此时青钢影还没有3项，掘墓也还在凑合着能推线，但他这里摊兵了，没有直接走，导致了被留。这波不但加速了青钢影的发育，还让青钢影省下了一个 TP。后面我们就看到掘墓一直被 T1 牵着鼻子换线，你上路不怕死，怕的是线烂了。本身自己都已经很难受了，那这样线还烂掉，就导致了自己完全的崩盘。而 KT 第2个点就是自己运营下滑太多了，这也是我认为他们的核心败因，他们的心态和储备不足以在 S 赛的决赛上和 T1 拼第5局。你说 T1 每次出击都赚吗？其实不是的呀。峡谷这波 T1 虽然击杀了掘墓，但状态掉了很多，反而给 KT 拿到了峡谷，这样炸弹人可以随便的点掉中塔，这对于 KT 来说是巨大的好消息。但第5把 KT 已经对局势的判断懵掉了，就是 KT 能不能赚，其实取决于 T1 他有没有失误，而不是 KT 自己打的好不好。第2条龙这里多兰的问题，其实也是上一波的判断服。青钢影他上是可以的，甚至2谁都无所谓，但前提是潘森得有大招啊。所以 T1 第5把也不是完美无缺，他们也会有判断失误，但他们给的压力反而先压垮了 KT。我觉得多兰有点急，也是因为上一波亏了峡谷是一个大节奏，所以有点急于把局势打回来。这里就不应该想着切入，因为即便 Faker 这里没有被掘墓骚扰，你瞬秒掉了炸弹人，那也是要被小火龙换到人头的。这里就应该选择踢这个泰坦，白嫖一个人头就够了。就多兰其实和 KT 的选手一样，他们有压力就会有失误，但 T1 的其余4人在这种场面下就很沉稳了。第5局到底在打什么？打的其实就是主导权和气势。T1 的气势其实是从第4局延续过来的。我看到有很多赛后说多兰这把失误多，觉得送太多太逆天了。毕竟连 Faker 也在赛后问多兰你这青钢影啥情况嘛？
但我们换个角度看，多兰有压力，但 KT 这边的重压其实才更加惊人，压力它是一样的。如果 KT 能冷静下来，厄塔汉那波不贪心，继续运营慢慢打，这把小火龙完全有 C 的空间啊。但 KT 他就是沉不住气，你看这泰坦人已经就晕了，而反而我们看 T1 用一个词形容，那就是飞升，就完全不承担额外的心理压力，就单纯的享受舞台。去年能达到飞升境界的 T1 其实也可能就 Faker 一个人，但今年 Guma UC、Keria 还有 Owner 都做到了同样的状态，就有点像网球王子里面那个天衣无缝之极致啊！就选手都进 Zoom 了，大家能感觉到吗？就他们完全在 enjoy 这个舞台，所以他们并不会因为上一波的失利影响下一波的操作，不但不会变形，反而会越打越放松。相反，哪怕 KT 最后的倚仗是 BDD， 但 BDD 都有点下滑了。比如厄塔汉这里的日女闪现 Q， 如果是状态最好的 BDD， 这里一定是能在日女抬手闪现时就拉开的。那最极致的舞台，其实反而不是需要你做到完美，你要做的只是比你的对手做得更好。而蓝子进不了这种状态，显得有点呆，就很正常，因为他没有 S 冠，他没有像队友那样放松的客观条件。多兰其实和 BDD 和其他 T1 的挑战者一样，当你快接近你梦寐以求的东西时，心态会急躁，操作会变形。曾经 T1 的几个选手，你说以前的决赛难道他们没有紧张和着急吗？也有的呀，只是过来了。而现在就真的被 Faker 带到飞升的境界里去了，两边的操作那自然就不在一个层级。这波炸弹人有闪被裸晕，直接被融化，反观 Keria 直接一个一闪隔墙控制小火龙，突出一个轻松写意。而最后一波 Guma UC 和 Keria 也是无敌配合， Keria 隔墙2中小火龙的瞬间 Guma UC 就闪现过墙去追杀了。不仅如此，还疯狂的在拉扯，让小火龙摸不到，哪怕队友不来啊，我感觉 Guma UC 一个人都能操作得完。就 T1 他太享受了，他真的不仅仅是操作层面上击溃了 KT， 而是完全在心理层面碾压了 KT。前3把的 KT 可以说不为赢，但后2把 KT 就已经完全被 T1 的气势所压倒。我想这就是凡人顶峰和神之间的差距。Faker 说他想以 T1 Faker 的身份超越 SKT Faker。我当时我视频里讲的时候，很多观众都在想，我靠，不会吧，不能吧？而现在他真的做到了。T1 Faker 是怎么跨越 SKT Faker 的呢？这并不仅仅是成绩的跨越，而是境界的跨越。SKT Faker 鸟巢落泪，3连冠梦碎，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英雄联盟是一个5个人的游戏，个人的能力是有极限的。3星封锁了中路，你个人再强，终究也有极限。去年的 Faker 也给我们展现了那魔王降临的模样，但今年 T1 Faker 时隔8年给出了超越 SKT Faker 的答案，那就是我带领队友一起飞升。过去其实只有 Faker 能够做到在心态上真正意义的享受比赛，而现在 OGK 3人组已经跨入这个境界了，所以 T1 谁都能 C， 谁都能站出来。而 Guma UC 作为今年的 FMVP， 我觉得对他来讲成长尤其多。我们赛区的观众其实很难想象，一个刚拿完2连冠的冠军选手，仅仅是一场比赛没有打好就被雪藏在替补席，还要被开卡车送花圈。你即便拿了冠军，還是会不被认可，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让人痛苦的呢？但正如 Guma UC 自己说的， 고음구마님 별풍선 50개 감사합니다. 포기를 모르는 남자. 身边的榜样给予了自己力量，强大的内心又让他走出困境。我想 FMVP 就是对于坚持的人最大的鼓励。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而多兰，我现在反而觉得他有点着急才是正常。说真的，一个队伍5个飞升，那太吓人了。多兰才是一个正常的英雄联盟选手该有的样子。所以现在想想还挺可爱，挺有节目效果的。努力勤勉，专注认真，造就了多兰本次世界赛最深厚的上路英雄池。他相信队友给的指令，相信队友的判断，做到了他能做到的极限，这就够了。所以我反而很期待拿完这一冠后，明年多兰能不能也进入到这种飞升者状态。那最后恭喜 T1 6星上将3连 S 冠，前无古人，恐怕也很难有来者。而属于他们的故事可能还没有结束。那本次的决赛复盘就先到这里，我是元某人。今年关于英雄联盟正赛的节目就全部告一段落了。后续呢，可能还会再专门的聊一聊本次世界赛大火讨比较多的一些问题。但这几天的话，给我好好休息一下吧，让我好好的 enjoy 一下符文大乱斗。那我们下一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